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，可能引发德克萨斯州的龙卷风，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。而在东方，一片茶叶的震颤却引发大西洋彼岸的风暴，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，撬动世界格局的根基。从中国南方的茶园到英国伦敦的咖啡馆，从北美波士顿的港口到广州的十三行，一杯茶贯穿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，书写了全球经济秩序的转折点。1793年，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马加尔尼使团的通商请求，谁也未曾预见，这封自信的回信将成为古老帝国走向衰败的起点。1842年，当东印度公司的账簿与紫禁城的朱批奏折在谈判桌上相遇，南京条约的墨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。茶叶贸易引发了白银逆差，最终在炮舰外交的逼迫下完成闭环。这不仅是贸易路线的改写，更是文明评价体系的重构。一杯茶的全球命运怎么成为了国家格局兴衰的缩影？鸦片又为何成为改写格局的武器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最初，中国茶叶作为贡品与外交礼物走出国门。6世纪，茶叶随佛教僧侣传入朝鲜，成为最早接受中国茶文化的地区之一。805年，日本僧人醉澄从浙江天台山携带茶籽回国，种植于滋贺县。1191年，荣西禅师再次引进茶种与印茶法，奠定日本茶道基础。1607年，荷兰从澳门、日本平户运茶至瓜洼，开启欧洲茶叶贸易。1662年，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斯2世，她的嫁妆中就包含有中国茶叶。在她的推动下，饮茶习俗在英国社会广泛传播，茶叶迅速成为英国宫廷的流行饮料。1684年，东印度公司正式采购中国茶，茶叶通过日不落帝国迅速传播至世界各地。茶叶经中国的2条贸易路线走向世界，一是陆路通道的茶系传播，经茶马古道、万里茶道，从福建武夷山到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内蒙古呼和浩特、蒙古乌兰巴托、俄国恰克图、莫斯科到圣彼得堡，最后到欧洲。该路线由晋商主导贸易，以茶砖为主要形态，出口后延续了北方的口音茶，包括俄语、波斯语，接近茶的发音源于此。第二就是海上通道的 T 系传播，从福建泉州到马六甲海峡、印度、阿拉伯半岛、荷兰阿姆斯特丹、英国伦敦，再到欧洲各国。此路线沿用了福建方言 T 的发音，演变为英语 T、西班牙等。弗兰克所著《白银资本统计》，到了18世纪中期，每年由外国商船运到欧洲的中国茶叶约2000万磅，价值近400万两白银，占当时全球白银产量1/3左右。茶叶占中国出口总额70%以上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银收割机。英国向中国人展示的科技产品如时钟、望远镜、武器、纺织品等一直没有销路，但是对中国的茶叶需求却与日俱增，导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巨大逆差，一度使他们陷入财务危机。于是英国转向压榨北美殖民地以弥补亏空。为了倾销自己的茶叶，在1773年颁布的茶叶法案中规定，北美人民只能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，还得交重税。难堪重负的当地人民终于在沉默中爆发。1773年12月16日，波士顿的几十名居民化妆成印第安人，冲上东印度公司的商船，把342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。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清茶事件。这场因茶叶税引发的冲突，最终点燃了独立战的火焰。1776年，北美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，宣告脱离英国。英国少了北美这棵摇钱树，对华贸易的白银逆差更加严重。痛定思痛，1792年9月26日，由东印度公司资助，受英国国王乔治3世的委托，以祝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，乔治马加尔尼伯爵率领的使团从英国出发，出使中国，以图从根本上解决日益增加的贸易逆差。英国使团共带来礼品19宗，590件，都是当时英国的精品。主要礼物包含车船模型、先进武器装备、
科学仪器、地理发现成果等等，全部礼品费用高达15610英镑，可谓是诚意满满。而两国的第一次外交接触中，却被乾隆一纸回信婉拒。中国错过了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、认识世界、改变封闭状态的机会。究其原因，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。大清帝国作为封建帝国的最终形态，在其前中期解决了中国自古以来威胁王朝统治的各种难题，诸如边境威胁、宦官专政、宫廷政变、权臣盘踞、地方割据等等。皇帝专权在此时到达顶峰。乾隆和所有中国皇帝一样，理所应当地认为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附庸，所以你代表团带来礼物朝贡是可以的，但是区区蛮夷之国还要提出割让岛屿这种过分的要求，给你留命回去已经是我大国的气度最后的底线了。乾隆皇帝在写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已经说得很明白，反观同时期世界另一端的大不列颠岛上，光荣革命已经完成，现代意义上的内阁制度被逐渐确立起来，崭新的资本主义机器被搬上历史的舞台，发出了生产力的嚎叫。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在这座岛屿上进行着，钢铁、蒸汽、煤炭组建起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框架，殖民帝国已初具雏形。此时的英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，是谦虚、忌惮、傲慢的组合体。这次访问失败的原因有很多，但其中2个事件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。其一，乾隆时期法国是最吸引中国注意力的欧洲国家，甚至连乾隆侍卫亲兵所带佩刀、刀身都是法国制造。1788年，乾隆决定派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巴黎面见法国国王路易16，作为对前任法国国王路易15遣使访华的回访。但是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，乾隆的访华计划无法实施。1793年，法国人竟然砍下了路易16的脑袋。乾隆皇帝清晰地嗅到了大革命的气息，于是开始了保卫旧制度的努力。很快，乾隆下旨对在华外国人进行严密的监视，尤其是严格审查他们与欧洲的通信，防范革命思想渗透。此种高度紧张的心态使乾隆对英国使团的到来充满了戒心。第二就是库尔喀之役。1791年到1792年，尼泊尔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库尔喀入侵西藏，与清政府发生冲突，即库尔喀之役。此为乾隆皇帝的收官力作，清军击败对方并将其收为稳定藩属。而库尔喀之前屡屡与英军作战不落下风，现在竟被清军迅速击败，这让英国意识到在东方发展不得不与强盛的中国合作。因此在库尔喀之战中国胜利的几乎同时，英国派出了马加尔尼使团出使访华。但也是清朝在东印度附近一系列大型战争动作的威势，让统治阶层对于英国人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，再加上英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以及关税自主的6项要求，让清朝对于本可以正常开展的商业谈判采取了拒绝的态度。总而言之，对于英国来说，已经被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，侵略中国的野心开始酝酿。中国人对茶和中国其他产品的需求，使得他们在离开中国后努力寻找其他方式来弥补贸易逆差。没有需求，他们就创造需求，利用鸦片打开中国市场，开始蚕食国民。白银重新被他们一船船带走。等清政府反应过来，为时已晚。虎门销烟可以清除鸦片，却清除不了经历工业革命洗礼后船坚炮利的侵略者。历史如同向前滚动的车轮，每个人都被推搡着前进，国家也是一样。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结束，开启了整个国家的屈辱史。然而东印度公司却并未就此止步。1848年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罗伯特·福军伪装商人从上海出发，深入浙江、福建、安徽等主要茶区，通过贿赂、偷运等方式，3年间盗取茶种2万余株，并带走8名制茶工，将茶苗成功移植至印度大吉岭、阿萨姆地区，并逐步适应气候土壤。制茶技术实现本土化，使印度逐步成为全球主要红茶产地。
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的出口份额从1840年的93%骤降至1900年的31%。1886年，上海口岸出口的茶叶可装满5000艘千吨货轮，出口量超3000万斤。之后，英国逐步摆脱对中国茶的依赖，印度茶出口反超中国。中国数千年积累的茶叶技术和产业垄断地位被彻底打破，一片茶叶牵动万国权谋，一场贸易演为文明更替的序幕。历史的轮回中没有永恒的盛世，也没有静止的秩序。当一个国家沉醉于昨日的荣耀，却闭目于时代的潮流，即使微小如茶叶的波动，也能掀起倾国倾城的巨浪。愿今日之你我铭记茶香背后的血与火，不再重复昨日帝国的梦游。谢谢。